这里是澳门。今天是12月25日，澳门的南湾湖晚上有一场盛大的无人机表演，几百架无人机在天上形成各种形状，犹如烟花一样。今天是在澳门的第二天，我所住的普京酒店的对面就是新普京酒店。酒店08年建成，是澳门第二高的建筑，仅次于澳门塔，是澳门第一座7星级的酒店。这个超豪华的酒店现在的价格也是600多。来大堂看一眼，整个酒店都是金碧辉煌的。今天准备去逛一逛澳门的一些古街老巷。澳门半岛这边有很多的古老建筑，都是几百年的历史。这里是加斯兰花园，很多都是葡萄牙风格的建筑。这里是市政厅门前的广场，岛主准备带着我去一个小摊铺吃早点。这是玫瑰堂，这一片的历史街区都非常漂亮，不愧是历史文化遗产。这个区域有非常浓郁的当地人文色彩。岛主径直来到了一个小摊铺，一个非常简陋的早摊铺。岛主说特别喜欢这里的粥，这里都是当地人来喝。这应该是猪杂粥，猪肝真的非常嫩，好喝。这一片历史城区面积非常大，里面的建筑从明朝一直到民国，时间跨度有400多年。很多街道间都有小的广场来连接。澳门历史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，这里见证了澳门400多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、多元共存的历史。所以这里比较出名的建筑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，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筑遗产，是近代西方建筑传入中国的第一站。前面到了大38牌楼。大38牌坊算是澳门最出名的历史建筑，它其实是一个大教堂的遗址。教堂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，1835年被大火焚烧，就剩下了这个大38牌坊。大38牌坊的雕刻和镶嵌都非常的精细，融合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。这是牌坊后面的教堂遗址，牌坊的背面。在澳门历史城区有21栋建筑物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，而大38牌坊是澳门的标志之一。这里每逢重大的节日都有演出。大38牌坊的旁边就是大炮台公园，这是澳门历史上最著名的欧洲传教士，也有400年的历史了。大炮台就挨着大38牌坊，这里有座不高的小山，上这个大炮台公园看一看。这个大炮台也有400多年的历史，在历史上这里也是澳门防御系统的核心，这里曾经是澳门总督的住所，也曾经作为过澳门的气象台。95年大炮台被改造成了澳门博物馆。
这是大炮台公园山顶上的景色，上面大概有20-30门大炮，应该都是复制品了。这门大炮正对着新普京饭店。这个公园因为位置比较高，也可以成为俯瞰澳门历史城区的一个好地方。这是澳门博物馆，进去看一眼。现在博物馆是免费的。博物馆不算很大，往下走大概有2-3层。里面展示的就是澳门几百年的一些历史文化。这个价值上千万的花瓶，大概是博物馆最值钱的展品。还有一些澳门历史建筑的模型。现在正在办一个3城记的展览，主要是大湾区这边的丝绸进出口的历史文化。这个是澳门博物馆的外形。再来看一眼这个大炮，从城墙上望下去的老城区，这里的特色就是老旧，所以看上去比较杂乱。现在又回到了市政厅的广场，天气有一点放晴了。这里还有个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。这是圣诞表演。这是民政总署大楼，也是世界遗产，里面可以参观。这里算是澳门老城区最中心的地方。现在走到了塔什广场，本来以为这里有活动，但是下午才开始营业，晚上最热闹。里面是个集市，有很多卖货的小亭子。老城区这边普通的住宅楼。我们准备坐公交车去荡仔岛。在澳门，除了历史城区大三巴这边比较热闹，荡仔岛的关野街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。先来个特色小吃，猪扒包，40块钱。关野街也是澳门的一个网红街，这里的街道和建筑感觉更加漂亮一些，有很多有特色的标志可以拍照，五颜六色的小楼，有很多有创意的涂鸦。前面拐弯就是美食一条街，这条街道的游客非常多。很多店铺前都排起了长队。在澳门吃一顿小吃简餐，大概60到100元，都是当地的货币。如果是用人民币支付，也是1:1的比例，所以还是换点钱比较合适。1块人民币换1块2。这里有很多的老牌餐饮店，味道都不错。
所以如果来澳门的荡仔岛，除了住这里边的高级酒店，逛逛豪华商场，尤其是美丽的夜景之外，还可以逛逛这里的关野街。这里有太多的美食了。这里虽然游客比较多，但还是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特色。和大三巴前的那条美食街相比，我好像更喜欢这里一些。这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可以逛，有非常漂亮的葡式建筑，这也是历史建筑。这位置应该在嘉摩前地这边。这里有一排特别漂亮的房子，有些还作为了小的博物馆。在小房子前拍个照。摆放着一棵圣诞树，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来这个地方的，很漂亮。在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花展，主要是百合花为主，空气中都弥漫着百合花的香味儿。这片湿地花园面积不小，展出的花的品种也挺多的，吸引了特别多的当地人来这里拍照。看看这满地的小花，五颜六色的。听说今天有一场无人机表演，非常好看，于是7点多赶到了南湾湖。这里离我住的普京酒店也非常近，因为有湖水倒映，所以是看夜景的好地方。这里还可以看到澳门塔，远处亮起的各种图案都是无人机编队表演。这个表演也是庆祝澳门回归进行的大型表演，已经演过好几场了，今天25号是最后一场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无人机表演，一直很好奇那些图案是怎么出来的。昨天很多人在问，现在可以来澳门吗？当然是可以的，只要是低风险的地区，来这里是非常自由的。澳门是一个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地方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澳门，或仅仅是来这里一日游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远处的澳门塔，澳门的最高建筑。终于吃到第一碗澳门的牛杂了，这里的料是非常足的，一份牛杂足可以当一顿饭吃了。晚上又回到了驻地，
很多人想让我拍拍这些娱乐场所里的情况。不过除了酒店的公共场所，里面那些特殊的内容是不允许拍摄的。不过明天我会拍一期最精彩的澳门酒店之旅。